我男朋友现在总是挑我，没有以前温柔，没有以前体贴，总是拿我现在和以前比，给我弄得特别累。人哪有一成不变的呀？相处久了，怎么可能和刚开始一样？人在一起相处，肯定是要以舒服的状态相处的。我不是不理解他，我只是觉得我女朋友现在太敏感了，太在意那些小细节了，不一定哪一句话说的不对，她就生气了。我觉得有点太放大化了。他现在总是要求我变成以前那样，说我脾气变大了，但是我是因为他做的不到位才这样的。他也有毛病，他为什么不改呀？他怎么就不能够理解我呢？我记得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很温柔的，我也从来没有变过心，还是很在意他、喜欢他的。我只是希望他能够一直温柔，然后可爱一点。我就这么点要求算高吗？以前24岁，来自辽宁淘宝店主，来有请两位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这一脸沉重是吧？谈恋爱谈了多久？马上1年了。变了是吧？那今天谁要来呢？是我。你要来干嘛？我觉得就是他总是拿我和以前的比较，我觉得有点太累了。我觉得他现在脾气也太大了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特别温柔的。比如说咱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吧，我生病做个手术，然后他从大连回沈阳来看我来，我在医院住了7天，最后2天都他陪我的。给我带了礼物，买了水果，买零食。我当时觉得他特别温柔体贴，就像个天使一样。是。但是他现在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你现在又手术了？没有。你再手术一次试试啊！你说变和不变，必须要得在相同的环境里说，对吧？你不能这么比那不是矫情吗？但他现在老发脾气。为什么这样发脾气啊？怎么发脾气啊？比如说前一阵儿吧，我去他家，咱们一起做饭，做完饭之后收拾碗，他家那个厨房比较窄，然后我在给地板的时候就不小心碰到他的腰上了，他衣服就弄脏了。那脏了我就看他生气了，拉脸了，我说那不行，我给你洗一下吧。他也说行。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又说要看电影，那看电影咱就下楼吧。看完片之后已经10点多了，天也挺黑的了，各回各家吧。结果第2天他又给我发微信，又给我说这衣服事儿，我就没想到他还能因为一个小事再来说我。不是你答应给人洗衣服的，你应该给人洗啊。我想当天晚上都10点多了，我没有必要再上楼去洗一下。我第2天就是突然想起来了，也不是说生气着问，就是随口那么一问。但是他上来就说了一句，你后来也没让我洗啊。他这个态度我觉得像挑事儿。你正常你们俩都够挑事儿的，反正没事儿你就做点事儿是吧？那你当时都已经晚上了，那你就回家自己搓一下吧，就一小点而已，也没有多严重。然后之后有一天就是我去他家，他那衣服他说有点脏，就让我投一下就行。我也就是帮他还搓了一下，之后他又向我发脾气了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他的衣服到底洗还是不洗，他一会儿洗，哎，不行，到底为什么不行？你们跟那衣服较什么劲呢？我跟他说这个衣服太脏，你帮我简单投一下就行，因为当时我忙别的事儿呢，跟他说了一下。然后他去那个洗的时候，就拿那衣服往水里蘸一下，拿出来就完事儿了。然后那个拧衣服，不是你不是忙吗？你怎么看到的呢？我就在他洗衣服旁边干别的事儿来。所以我就觉得特奇怪，您为什么不自己做呢？这不就是较劲吗？你们2个人跟一件破衣服。当时我不是说故意非得让他洗然后呢？然后那个他拧衣服也没拧干净，还滴着水就要拿出去往外晾了。然后我就跟他生气了，我说你这么大人了，你说你洗衣服也不会洗，晾衣服也不会晾吗？好，为了一件衣服，男生觉得他变了是吧？你说这样至于吗？这么点小事儿，你以前那么温柔，你说我生病的时候那么悉心照顾我，你说我觉得你都是装的嘛一天，你现在就变成这样了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？你说也不是一点半点的反差这。我在意的不是说这衣服你到底是洗了还是没洗，也不是说你洗干净还是没洗干净，我觉得你的态度有问题。那我现在态度也对你挺好的，你说你偶尔腰疼，我也帮你揉腰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挺好的，而且我天天自己接送你，对不对？然后那天咱俩出来，我看你的鞋挺脏的，小白鞋，然后我说我帮你刷刷吧，然后上楼我还帮你刷了鞋，我觉得我对你已经够不错的了。我觉得你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太在意我了。以前我俩打电话，你都能给我，就是打电话，我不管生气还是不生气了，我要是把电话挂了，你就是立马
回过来就哄我，问我怎么了。现在也是立马给你回的。你现在那天我俩打电话，我是在大连，然后因为一点小口角，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，把电话挂了。你给我回了第一遍，那第二遍立刻就给你回了。那第二次呢？第三次呢？我生气呢，肯定是不想接你电话呀。那你就不能打第二次、第三次吗？我第二次也给你回了，只不过我过了4、5分钟，你就说这不叫秒回了。那你以前为什么能做到秒回，现在为什么不能？你以前1次半次的啊，你就完事了。这回你给你打完电话之后没哄好，你又给我挂了。我就下楼取快递工，我想想自己女朋友差不多得了啊，就给哄一哄，再哄一哄吧，再回来一下，也就过了4、5分钟时间。他就说这不叫秒回了，你们俩要再这么吵下去，我就秒睡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是生活吗？这是恋爱吗？为了一件破衣服吵，为了一个这个电话回没回吵。我其实特别好奇，想问一句，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定不是这样的小事儿，就是一点点小事儿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，让这些小事儿都变成你们双方能够这么争执不下的导火索或者理由？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回沈阳的，我没认识他之前，我已经在大连就打算定居了，因为我从小的时候，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少陪伴过我，然后我现在好不容易长大了嘛，就是可以陪伴他们去了，然后，他们也帮我安排了工作，就是没想让我再回沈阳了。我是因为认识他之后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挺贴心的，做事儿挺周到的，挺符合我找男朋友标准的。我是因为他才回沈阳的，我觉得他一点不领情，然后就没有以前那么珍惜了，所以我觉得委屈，然后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女生给了一个理由，是因为我把我所有幸福的希望都压在了你小子身上，是这意思吧？我为了你回到了沈阳，而你对我好像，我回来之后你反而漠视我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在乎，然后还觉得有点不值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他从小在沈阳长大的，他沈阳朋友那么多，他回大连之后又没有朋友，挺孤单的。那他回沈阳也不能说全为了我呀，你不能说。你不觉得你说这句话特别丧良心吗？那你不能说有点小事你都就这么天天说我也受不了啊。你觉得有正常人会因为没有朋友回沈阳，然后放弃陪伴父母吗？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事儿全都赖在我身上。男生觉得说不要把这么重的东西都给我背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呀，你说天天说我谁也受不了。他还总是说我不懂事儿，然后说我挑他，说我脾气大，我觉得我心里也委屈。你指的不懂事儿啊，这个挑啊是指什么呀？肯定不会指衣服吧？这个我就是做服装的，然后我经常得需要出门，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他，然后他吧就是也是经常因为一些小事、一些细节跟我生气发脾气，我觉得他是有时候挺干扰我去工作啊。他怎么会干扰你的工作呢？比如说，就是我刚出来第2天就问我啊，那你哪天回来呀？那我想你了什么的，然后说这那的，他就会啊有电话不及时啊。有一次发现你微信里边就是异性朋友多嘛，那你不在我身边了，那我肯定是要多注意一下你异性。什么叫有一次发现微信里异性朋友多？您把这事儿给我们解释解释，说清楚好不好？就是看见他的微信1000多个人，能有300、400个头像都挺好看的女孩的。那怎么叫挺好看的？那就是厂家和客户的，因为我做的女装都年轻的群体嘛。那也不能说是厂家客户都老太太呀，他就说哎是年轻漂亮，人家就是年轻的，可能说年轻的姑娘嘛。那天我俩在一起，我说你这微信异性朋友太多了，我没有这样过，那我心里肯定不平衡，我也不舒服。我就和你说，咱们把那个你不认识的，或者是联系不频繁、没有联系的人清一清吧。我为你删了呀，当时。你后来又加回来了呀？那有一些是我认识朋友都认识好几年了，你非得逼着我把他删了。你说我为了处个对象就把朋友都删了，你说这样，你说跟朋友怎么能相处吗？我只能说我后来又加了，回来跟人道个歉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对象因为点小脾气就要把好友都删了。你说你这样的，你让我就没想过以后我会发现你又加回来了吗？你让我怎么想？你站在我角度考虑过吗？那我都为你站你角度想，那我什么事儿也做不了，我朋友也交不了了，太刻薄了。那你加微信加回来行，那你跟人家互动什么呀？有一次我发现他给人家小姑娘评论，嘿嘿你真乖呀。那就是我朋友的一个妹妹，我也是当做一个妹妹来看待的，也没有。你们有血缘关系吗？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当做也是当做一个妹妹来看的，也不像你说的什么
像调侃人小姑娘那样的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他有上下文吗？那就是我发了一个朋友圈，然后那天吧也是他过生日。谁过生日？他过生日。啊，你过生日，你发朋友圈说的啥？对，我说小仙女生日快乐啊，然后发他一张照片然后呢，那个小妹妹就回这条信息，祝嫂子生日快乐，哎，越来越开心。生日快乐！对，我觉得这不挺开心一件事吗？挺高兴一件事，挺懂事，挺乖的。那我就很自然的说一句，我说嘿，你挺乖的。我就这么说，我觉得很自然，很平常一件事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说替你嫂子或者替我女朋友谢谢你？我觉得这个是最正常回复的一句话了呀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加这些吧，我就像替你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小妹妹，我自己这么想的，这么回了，没有必要再说那些前缀啊什么的，说那么详细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你没有必要说你真乖这么亲密的词。而且当时我发了朋友圈之后，还给你截图，我看挺好，还挺多人给你点赞呢，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，是你自己真的想太多了。那不还是因为你微信里人太多了吗？有一点就是这种情况发生，我就会多想啊。那我当时什么事儿你换位思考一下啊。那我这个做女装的，有些那客户，有些厂家很正常，而且之后也为你删了一些人呢。你没想想我？不是你又加回去了吗？别解释了，这是还解释？我加的那些只是我很熟的朋友。我问你啊，从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开始变得就是莫名其妙，或者不可理喻，或者不那么温柔了？她也是正式回沈阳之后啊。什么时候你觉得这臭小子不像以前那么贴心了呢？就是回来之后过了也就2、3个月的左右时间。换而言之，就是说你们俩情感发生的，你们认为的变化，是源自于你从大连回到了沈阳，是吧？对。那今天来这儿干嘛呢？我就希望他能够想一想他以前多么温柔，多么体贴。他现在就跟我老是绷个脸，一点小事就开始对我吼，这样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他以前那种就是温柔哪儿去了呢？那女生的要求呢？我觉得在说他毛病的时候，第一句话他都是要为自己辩解反驳，而不是去承认。这个态度是让我特别反感。你比我大，然后你大老爷们儿就是正常多照顾我一些，多宽容我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更何况我还为了你回沈阳。好吧，为什么从一个城市搬到了另一个城市？物理距离没了，心理距离却拉大了。我们听老师们的分析，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安全感来自于自身。你一天到晚想着那个我在大连，我爹妈可以给我安全感，我在这个地方就必须你给我安全感，那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何处？所有的人都说相伴一生啊，大家只看到那个伴，陪伴嘛，有看到那个相吗？相是相互，相互看到对方，相互知道对方想要什么，相互明白对方是个什么人，真实的是个什么人，然后再想想是不是要和这个人伴随一生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曲总，姑娘，我不相信女孩不温柔，温柔应该是天性，只不过你的心态有变化，所以让你不得不强硬起来，因为你心里暗示是说我是为他留在了沈阳，我的付出很多，所以我一定要更多的回报给我。但你这种期望啊，恰恰是和整个恋爱的趋势是相反的。恋爱的过程一定是从激情到平淡，现在看到的是越来越接近于真相，那个真实的你。那怎么才能知道真相之后还能两个人一起走下去呢？就是舒服。就你跟他在一起，甭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或他真相是什么，但你在一起还是觉得舒服的时候，这两个人是可以走下去的。但是这个舒服呢，你不能是你自己啊单方面的一个舒服，一定得是让对方也能舒服。如果你因为你的舒服让对方不适了，那这样就出问题了。就如同我要安全感，我要舒服，所以我要删掉你的异性朋友，我要你秒回我的微信或者电话，那这就让对方不舒服了。那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，你要具备一种啊能够让自己感受到舒服的能力。就比如说原先秒回，现在4分钟回，其实正常。所以说你要消化通过自己的暗示或心态的变化带来的不舒服，这是一种能力。当你不断的消化之后，认清它的真相，你慢慢的也会觉得舒服了。因为这就是什么呀？说到底这就是包容。你再看它也没那么讨厌，也没那么跟以前不一样。同样呢，女孩的心态你也要理解，她不是在给你追加责任，你要认清她留在这里虽然不是100%为你，但
但至少90%，你不能逃避责任。相处之道在于舒服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如果要说当初你是在装温柔，其实这是有些不公平。那个时候的温柔是真实的，只是你有所克制。那为什么现在就克制不了了呢？就更放肆了。那是因为一方面熟了，一方面你认为对他有所付出了，所以我就不再需要去克制自己某一些我自己都认为不好的行为，所以就没有了温柔。其实并不代表你不会温柔。这个《延禧攻略》里面，皇上问皇后说：“你为什么百般的庇护魏璎珞？他们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”皇后说：“因为璎珞是我的希望，因为她可以做自己。但是，明明知道做自己可以让自己畅快，但也不能让别人不舒服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魏璎珞就做得非常的合适。一方面，她跟后宫嫔妃们表现的是那么的不同，她完全是自由自在而自尊的，但是她又不会仗着男人对自己的宠幸，天天耍花架子，她拿捏得度。但是你，在发现了自己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东西之后，在一步步熟了之后，在回了沈阳之后，你就开始对自己更加放肆，而不克制自己。到这个时候就会让人讨厌，你说呢？所以可以做自己，是温柔就是温柔，不是温柔也没必要装温柔。但是在做自己的同时，不要让人讨厌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在你手机当中删除的那些微信，以至于你那些所谓的客户，那些跟你打交道的那些女人，有哪个是不装的呢？我告诉你，但凡让你舒服的女人，有90%是装出来的。真正她跟你过上了日子之后，也够招你烦。所以她演变到今时今日，除了她不加以克制之外，还有你自己的问题。你不招人烦，别人是不会烦。所以在脱去了那些伪装的外衣之后，脱去了那些美好之后，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我们都有让人讨厌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得知道，这个时候我是让人讨厌，那我们就要加以一定的克制。总而言之，记住那句话：爱不是放肆，爱是克制。明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为什么那会儿怼了你一下？我相信，如果你们俩有缘分再处10年的话，突然有一天你躺到病床上的时候，他又恢复了他的温柔和贤淑，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时期，而不是常态。因此，恋爱这件东西非常有意思。你是在生活里常态的生活，但是你整个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又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状态。因此，怎么让它特别调和，那就是老生常谈的东西。诚实、宽容，在爱情当中，诚实和宽容就是2个法宝，没别的了。所以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想谈诚实，女生宽容，有了这2点都好了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希望你还是能够改改自己脾气，不要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发火。你想想，你刚开始的时候你那么温柔，我也不需要你像刚开始一样那么温柔。只要是你能好一些、体贴一些，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，就已经挺好了。没有必要就是老拿说回沈阳之后，就把我的担子压那么重，把什么事儿的根源都归结到我身上。其实你身上自己不也有问题吗？我觉得你还是互相体谅一下，温柔一点。我觉得刚才主持人和老师说我这些问题，我确实也没做到那么宽容。我虽然说是因为你回沈阳，但是我不能把这个这么重大的思想压力加给你。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也知道。这怎么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了？没那么沉重，谈个恋爱嘛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
看结果吧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可能的日子，我们一起。还拿个劲儿哎！我会宠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？不是你怎么个意思啊？嫌他不够温柔是吧？他应该扑到你怀里是吧？是这意思吗？挺高兴。挺高兴，没看出来，有点没想到是吗？他之前还对我就是脾气挺大的，我哎呀，你这个小心眼的男人呐！进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然后，一定要比以前更用心，更体贴你，尽量做到秒回吧。那你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以后看你表现了。